美国有一对连体姐妹，其中一个已经嫁人了，并且公开表示有生育意愿，那另一个该怎么办呢？关于这对姐妹的故事，还得追溯到她们母亲怀孕的时候。当时做 B 超的时候，医生就查出了这对胎儿有问题。由于两人长成一体，医生猜测也许只有一个婴儿能活。1990年9月16日，这对姐妹花出生了，两人的生命体征正常。由于他俩有2个心脏、2个肺，所以生命力比一般的婴儿还要强。出院以后，根据父母的观察，姐妹俩的身体同时兼顾独立性和共用性。姐妹俩的大脑、脊椎等都是独立的，所以能分别控制身体一侧的一条腿和一只手。但是由于腰部以下的器官是共用的，所以上厕所只能2人同时进行。鉴于这对连体姐妹有2个脑袋，父亲分别给她们取名为阿比盖尔和布列塔尼。由于2人都有独立的思想，所以免不了发生摩擦。比如当姐妹俩刚刚睡下，阿比盖尔突然想上厕所，此时的布列塔尼虽然100个不情愿，但也只能陪阿比盖尔一起去。上完厕所后，布列塔尼觉得阿比盖尔没有把屁股擦干净，于是便和他吵了起来。2人还顺势动起了手，直到母亲跑过来劝架为止。由于姐妹俩经常争执不休，所以每次趁其中一个孩子睡着时，母亲就会悄悄跟另一个孩子谈心。最终在母亲的耐心劝说下，姐妹俩慢慢学会了协调和配合，不再一有事就剑拔弩张了。2姐妹同时拥有1具身体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在成长过程中，有医生曾建议到让姐妹俩通过手术来分离，但父母却对此表示反对，因为手术风险太大，稍有不慎就会丧命。按照母亲的说法，她希望姐妹俩能一直待在一起，度过更完美和充实的人生。2006年，有关媒体得知连体姐妹花的故事以后，纷纷登门造访，为其拍摄一系列纪录片。在纪录片中，姐妹俩用各自的手合作弹了一首钢琴曲。此外，她们还能在电脑前互相打字聊天，丝毫不会受到影响。随着2人的事迹被传播开来，大家都表示震惊。当地的法律干脆承认了2人的独立性，也就是说，大家完全把这对姐妹花当成2个人来看待了。可以说，此时的阿比盖尔和布列塔尼跟2个独立的人别无二致。2008年，姐妹花双双考入了美国伯特利大学。当然了，按照规定，校方给2人分发了2张录取通知书。后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，2人拿到的也是2张毕业证。大学毕业后，阿比盖尔和布列塔尼都回到了家乡，在镇上的一所小学当老师。因为是2个人的缘故，所以当地学校跟他们签署了2份劳务合同。阿比盖尔负责教数学，而布列塔尼则负责教英语。用同一具身体领着2份工资，大概也就只有这对姐妹花能做到了。美国连体姐妹其中1人结婚，婚后3年共享身体，算一夫多妻吗？最先情窦初开的是阿比盖尔，她喜欢上了驾校的教练库尼。有一次，姐妹俩在路过一家电影院的时候，突然偶遇了库尼。很快，阿比盖尔便邀请库尼一起看电影。在看电影的过程中，库尼和阿比盖尔情到深处，互相之间突然搂了起腰。没想到这一举动触怒了布列塔尼，他突然对2人吼了起来，吓得库尼赶紧撤离了电影院。最终在经历了一系列感情后，阿比盖尔和布列塔尼终于理解了对方，并对彼此的感情表示尊重。2021年，31岁的姐妹花终于迎来了婚姻，是阿比盖尔1人的婚姻。当时阿比盖尔认识了一位叫乔什·鲍林的退伍军人，2人一见钟情，很快便坠入了爱河。此时的鲍林还带着一个女儿。面对这个离婚带娃的男人，布列塔尼表示并不介意。最终双方在见过家长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如今的这对姐妹花一直与鲍林父女生活在一起，一家4口其乐融融，也算是有个归宿了。针对婚姻这个问题，有人曾问过布列塔尼，他将来有什么打算？布列塔尼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未来如何，等遇到了有缘人再酌情处理吧，说不定到时候会过上一家5口的大杂烩生活。当然了，许多网友在看完这对连体姐妹花的故事后，也不禁发出了疑问，比如姐妹花共用同一套生殖器官，如果发生性行为的时候，他俩该如何应对？还有就是，假如其中一个人去世了，另一个该怎么办？像这些颇为诡异的问题，确实是阿比盖尔和布列塔尼无法逾越的一道难关。但愿他们能有一个妥善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问题吧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